对，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形容说，我老公他想要出国到一个程度你让他跳到海里面游过去，他都愿意。真的，他的决心很强啊！这个强的决心，我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也讲到了您的父母在您还很小的时候，或者说还没出生之前，他们已经知道神的心意啊，让您将来去远方来传扬神的福音。那作为父母，当听到你要做传道人，他们是什么心态啊？他们是开心呢，还是觉得有一点舍不得呢？我又回去了神学院念了这个第二个硕士。那在这个第二个硕士的过程当中，念第二个硕士的过程当中，上帝才再一次提醒我说，他给我的呼召是耶利米的呼召，是列国的先知。既然是列国，那我就不能只能待在一个国家里面。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有意识的说，那我应该要出国吗？我应该去哪里呢？我开始寻求这一个方向，我不知道，我几乎都不认识什么海外的教会。那个时候就很特别的是，有一个加拿大的教会呢，加拿大中部的教会，他们想要去开拓只一个堂，但在本地呢找不到华人牧师，所以他回到我的这个母校，我的神学院那边开始去找。他先找到我的学姐，我的学姐因为是单身，她就说开拓太辛苦了，如果我有丈夫我就一起去，但是我单身，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他就把这个讯息告诉我，那我才开始知道有这个讯息。那我跟我太太一起来寻求祷告。那学人他的是学人是不是很上心这个部分？他不是很喜欢出国。他知道在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说我未来有可能要出国，但是他一开始的反应是并不支持跟赞同的。那后来上帝带领我们就是去到加拿大。牧师啊，刚才您讲到您有这个感动是因为神亲自也对您说话，但是呢师母却有他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哈。那师母，我想问一下，当时您是怎么想的？我其实是很希望他能够改变主意啊不想去对，那个时候因为宋恩还很年轻嘛，那我觉得他也没有出过社会，不像我已经出了社会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想法太天马行空，然后也不靠谱，太天真，对，简直就是这么意思。然后我自己又没有就是说信主有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岁月，所以我没有那样一个信仰的或是听神声音的这个根基。对他而言，他是从小就觉得神这样带领，那我说那不一定啊，不一定会发生啊搞不好他改变主意了，搞不好不会真的发生。所以我在结婚的时候还是有抱那么一丝丝的侥幸希望不会发生。那不会发生是你指的是不会变成一个传道人不会出国对对，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哈，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做师母的到后面才发现说原来她的老公最后会成为传道人，原来她要做师母。好，那我是很幸运啦，我在结婚前我就知道，所以我没有那种被骗的感觉，对吧？起码我是不能说骗我是知道的哈，但是心里就是你做传道人已经够辛苦了，再加上出国移民，那是辛苦加倍，对吧？所以我就暗暗的盼望他的想法不会成真，因为我们在琢磨，然后搜寻，然后寻求这个事情也有1年多的时间哈，我就觉得他有这条路也没开，那个门也没，最后也没成，心里想搞不好他后面就放弃了，心里这样觉得。然后再加上那时候2008年是好像有什么次贷危机之类的，业的情况都不太好，然后所以出国就变得好像更困难。那原来他爸爸好像就是答应他就是要支持他出去的一个资助的金额哈，也因为这个财务的这个金融的危机就没有了。结果后来现在出去念书的钱也没啦，然后我记得我老公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讲过一句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人的力量去跨出去这个工作。你记得吧？
对啊，没有，师母还记忆深刻，牧师已经忘记了，说的太多真理了。对，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形容说，我老公哦，他想要出国到一个程度哈，你让他跳到海里面游过去，他都愿意。真的，他的决心很强啊！这个强的决心，我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正常的人遇到这样那样的原因、理由，都很容易放弃的嘛。可是他一直都是信心坚定，然后就相信神一定会开门。我就实在不知道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我公公是很反对哦，他是比较持保守立场嘛，对不对？时不时呢就给我们发一些这个加拿大经济多差呀，多差呀。然后呢，就找不到工作啊，那种简报啦，哈，就没事就放在他的桌上给我们对啊，然后我婆婆也就是不表达什么支持的意见，她就是观望。那后来我觉得有2件事情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当然神改变我也有这个想法，这我上次跟你说过，就神怎么样改变我公公的想法。我记得我公公那时候我们刚结婚，公公。因为我公公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他觉得小孩应该怎么样，未来应该他很有他的看法，毕竟是老师嘛，好又是教会的长老，很有权威，对吧？啊，说话大家都要听嘛哈，所以他就有很强的主导权的这个欲望。我记得他就告诉我，公公亲自告诉我说，他自己的牧师跑来跟他公公讲说，神要让我告诉你，你儿子跟媳妇的路在我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你不要管。讲了2次，我公公说的啊，他说你儿子跟媳妇的道路在我的手中，你不要插手。我公公亲自跟我说的耶，我很讶异哦。我说哇，这个神很了解我公公啊，因为有这个强硬的这个立场表态在那里，所以我公公呢虽然反对，虽然不支持。不敢阻拦，不敢来硬的阻拦，他只是，哎呀，我觉得现在不太好，表达他的意见可以啦，但他不会，那以往的强势手段都没有出来。好，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在我婆婆那边呢，我婆婆有一次就来告诉我说，她说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她认识的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没有侍奉很久，就突然之间生病还是车祸死了，突然之间的就死了。然后他就有很深的感触哦，我觉得神那时候触碰他的心，我婆婆就来告诉我说，她说如果觉得颂恩他真的想去，就让他去吧。好，我说哇妈，你怎么会突然有这样子的想法哈？他说你生命这么短暂，又这么宝贵，你不知道何时会结束，为什么不给神好好的用呢？他说生命就是要侍奉给神的，要奉献给神的。与其就这样子白白的死了，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不为神发光呢？我相信他有这个感触，所以他就有那个看见，就来跟我说，如果颂恩真的想去，那就支持他去吧。求你用我做你